圖特的翡翠石碑，亞特蘭提斯島，序文，獻給喜愛古埃及印記的靈魂們。在接下來所翻譯的石碑歷史很奇特，且超出現代科學家的信念。這些古老的記錄是驚人的，可以追溯到西元前36000年。其作者是圖特，一個亞特蘭提斯島祭司，也是國王。在祖國沉沒之後，在古埃及建立了殖民地。他是吉薩大金字塔的建造者。現代人錯誤的以為金字塔的建造是歸到基奧普斯身上，在其中，他融入他對古代智慧的知識，以及安全地隱藏了有關於古代亞特蘭提斯島記錄和工具。大約有將近16000年，他統治古埃及人。倒推時間從大約西元前52000年到大約西元前36000年，在古代野蠻民族中，他和他的信徒已經定居下來，已經發展了一個很高的文明。圖特是一個永恆的人物，也就是說，他已經征服了死亡。只有當他決意經歷死亡，和甚至可以不去經歷死亡，他的巨大智慧使他成為統治着各種不同亞特蘭提斯殖民地的統治者，包括中南美洲一些地方。當他離開埃及的時候，他在阿曼提的大門廳入口建造了大金字塔，在金字塔內放進了他的記錄，而且從他的子民中挑選最高層級為守衛，守護他的秘密。在以後的時間裏，這些守衛的後裔成為金字塔祭司。圖特被祭司們奉為智慧之神、記錄者。這些祭司們在黑暗時代裏，則踏隨圖特腳步消逝於世。在傳說中，阿曼提的門廳變成地獄，神的大廳，為靈魂在死亡之後接受審判的地方。在以後的年代裏，圖特的自我以石碑中描述的方式進入人的身體，如此他輪迴了3次，最後一次被稱為3次出生的黑密士斯文明。在這次人生中，他留下了為現代神秘學家所知的翡翠石碑著作，之後關於遠古神秘學上的事情就很少被揭露出來。這個石碑翻譯了有10個部分，然後在金字塔祭司的監護下留在大金字塔中。為了更為方便，10個部分被分為13個部分。那最後的2個部分就重要性而言，是目前如此偉大和意義深遠，以至於它是被禁止向世界完全公開。然而，那些內容所隱含的秘密，對認真對待它的學生而言，其價值是難以評估的。這些學生應該不止一次地研讀它們，讀100次也才能理解真實的意義。不經意的閱讀，有如驚鴻一瞥，並不知道其中的含義。但是深刻研究將會對探求者開放智慧道路。但是現在以一句話來說，為何這些秘密被隱藏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才對現代的人顯示其真意？大約西元前1300年，埃及，遠古的 Cam， 古埃及，當時處於混亂時期，因此許多祭司代表團被派遣到世界其他地方。在這些祭司代表團之中，有一些人，他們攜帶翡翠石碑作為護身符，然後他們才能以權威的身份來訓練從亞特蘭提斯遺留下來的年輕祭司關於這方面的技藝。從傳說中就理解了
為何石碑是賦予傳遞者，象徵代表圖特的權威。特別是有一群祭司們帶着石碑移居到南美洲，在那裡他們建立了一個欣欣向榮的種族。這個民族就是記得許多古代智慧的瑪雅民族。在這些人之中，祭司制度穩定而且保持下來。在第10世紀內，瑪雅人完全地定居在尤卡坦半島，而石碑被放置在太陽上帝大神廟之一的祭壇下面。在西班牙人征服瑪雅人之後，城市被拋棄，以及神廟寶物被遺忘了。我們應該理解埃及大金字塔仍然是，也一直是進入這個秘密的初始神廟。在那裡，耶穌、所羅門、阿波羅神和其他人也接受了神啟。作者與同樣工作過金字塔神蹟懷特洛奇有聯繫，被委託恢復和歸還大金字塔古代石碑。因此，在一番經歷之後，這裡就不詳述了。完成了這項任務，在歸還他們之前，他獲准去翻譯及保存石碑上雕刻的智慧銘文的副本，於1925年完成了這個，而現在僅允許出版一部分，可以預料會被受到嘲笑。然而，真正的學生將會體會言外之意而獲得智慧。如果你內在的光覺醒了，這內在之光會對石碑中記載的事物將會作出回應而深深烙印。現在關於石碑的材料方面，它們由12塊翡翠綠玉片所組成，通過煉金術產生的物質形成。它們是不朽的，能抵抗所有的元素和物質。結果，原子和細胞結構固定了，永遠不會發生任何變化。在這層關係上，它們違反了物質的離子化法則。石碑上面刻有古代亞特蘭提斯島語言的文字，這些文字對調諧波作出回應，在作者的腦海中釋放出相關的精神震動。石碑連同捆綁的金環固定在一起，從相同的材料取下的有色合金，對材料的外表說明就這麼多。這其中包含的智慧是古代神秘事物的基礎，而對於一個用開放視覺及深閱讀的人來講，他的智慧將增加100倍。閱讀不管相信與否，只是讀，而在其中濃稠的震動將會喚醒你靈魂作出回應。在下面的頁中，我將會揭示一些神秘事物到目前為止要靠自己，或是要靠其他老師教導，或是真理的學生才能稍微感受到的。人類探索理解他生命法則的理解是沒有終點的，然而真理總是存在於被更高層面遮蔽的超越裡，來自物質人類的視覺的面紗，在他們的探尋中，準備好通過直由轉向內，不是向外擴大他們的視覺去同化他們。肉體感官的寂靜安放有顯現智慧的鎖匙，說話的他不知道，知道的他不說話。最高的知識是非語言所能表達的，因為超越所有物質字眼或符號所能表達的。然而，它卻是真實存在的。所有的符號僅是人領導真理的鎖匙，而許多次門之所以打不開的原因是，鎖匙是如此之偉大，以至於高於它的事物是不可見的。如果我們理解所有的鎖匙，所有的物質符號均是顯現偉大法則和真理的擴展之後，我們就會開始發展
使我們能夠穿透面紗的視覺。所有宇宙萬物依照法則運行，而管理行星運動法則不比管理人的肉體物質表達法則具有永恆性。整體宇宙法則最偉大之一，是創造生命以人的肉體存在的形式。全部年代神秘學校的偉大目標，已經揭示出連接人的物質層面與人的精神層面之間法則運轉情況。物質與精神之間連接起來就是智慧，因為思想既參與物質，又參與精神。追求這些更高的知識，必須開發你天生的智能和加強你的意志，讓意志能夠集中所有力量在你所渴望的層級上。努力尋求光、生命與愛，只是存在於物質層面。向前進化，它的最終目標是與宇宙意識融入到大一中。在肉體、物質裡面的基礎是第一步，隨後達到靈性的更高目標。在下面頁中，我將會解釋翡翠石碑和它們的秘密、隱藏的和深奧的意義。圖特話裡隱藏的許多含義是表面上看不出來的。知識的光使得石碑的承載將會為思想打開許多新的領域。明智地閱讀，僅僅在於只有當你自己是否具有意識之光，能夠喚醒靈魂根深蒂固的理解才行。圖特的翡翠石碑一，亞特蘭提斯島跟圖特的歷史。我，圖特，亞特蘭提斯島神秘的主人，記錄的看護人，力量強大的國王，魔術家，代代相傳而活着。進入阿曼提大廳周圍的生命，為那些隨後而來的人留下了指導。亞特蘭提斯力量智慧的這些記錄，在昂德島偉大的城市奇奧裡，在過去的時間裡，我開始了這個化身，與現代的小人物作為不一樣。亞特蘭提斯島活着的和死亡的有力量一位，從一個永恆到另一個永恆。他們在生命之河永遠流淌的阿曼提大廳裡，更新了自己的生命。我曾1000次走下通向光明的黑暗道路，我多次從黑暗中提升到光明。我的力量和能量更新了，現在我暫時存下來，而 Cam 人 Cam 是古埃及，將知道我更多。但是在一個未來時期，我仍會復活。有力量和有能力的人，需要對那些留在我身後的人進行算計。那時候小心我古埃及人，如果還是虛偽地背叛我的教導，因我將從你的高度狀態裡掉落下來，從來源處進入到黑暗的洞穴裡。背叛不是我的秘密，對北方的人或南方的人，以免我的詛咒仍會開始起作用。記住和留意我的話，因為我真的會再來，而仍會看顧你的需求。是超越時間和超越死亡，我會再來，獎賞或懲罰，如同會酬謝你的真實那樣。在遠古的日子裡，偉大是我的人民，
超越觀念的偉大，現在少許人圍繞我，理解古老的智慧，在無限的心裏面尋找屬於地球青春的知識。英明是我們具有的智慧，駐留我們之中光的孩子。我們擁有強大的力量，來自永恆的火。而在所有的這些裏，人類的孩子中最偉大是我的父親霍行，偉大神廟的看護人，光的孩子間的連接。他居住在神廟裏，住在有人居住的10個島上。3的後面代言人，ULU居民的代言人，與國王交談，用必須服從的聲音。在那裏，我從小孩成長至成人，接受我父親年長這神秘事物的教導，直到及時在那裏於智慧火焰裏成長，直到他衝進強烈的火焰裏。一無所求的我只想擁有智慧，直到在一個偉大的日子，居住者在神廟發出命令，將我帶到居住者面前。人類的孩子中佔少數，他們以自信的樣子居住着。光的孩子不像人類的孩子那樣，他們是不以肉身顯現。我從人類的孩子之間被挑選，居住者的教導，以便他的目的能被履行，意圖凝視未來時間的隱喻。長期以來，我居住在神廟，學習越來越多的智慧，直到我也接近光的放射，來自偉大的火。教導我的他，阿曼提的道路，短坐於死亡審判的地方。偉大國王坐在他權能的王座上，於生命的上帝和死亡的上帝面前，我深深的躬身而敬，接受我生命鎖匙的饋贈。阿曼提大廳的我是自由的，不會被生命週期的死亡束縛。我旅行到星星的遠方，直到空間和時間變得如同為零。然後暢飲滿杯子的智慧，注視人心，和在那裏我發現更大的神秘和歡樂。因為僅在尋求真理中，可使我的靈魂靜下，而裏面的火焰就會熄滅。向下通過我生活的時代，看見我周圍那些人體驗死亡之杯，重返入生命之光，逐漸地從亞特蘭提斯王國傳來的意識波與我合一，只是被一顆較低等星球的東西所取代。遵照法則，主人的話成長為鮮花，向下進入到轉變亞特蘭提斯思想的黑暗裏，直到最終以這憤怒引發他的阿關提。居住者吶喊，召喚力量，在地球心臟深處，阿曼提的兒子聽到了，正在聽，指引火花的改變，永恆地燃燒，用聖子改變和變換，直到那偉大的火改變了它的方向。整個世界然後爆發了大洪水，
溺死和沉沒中，改變着地球的平衡，直到僅剩光的神廟矗立於甕丟的大山上，然後從水裏面升上來。一些在那裏活着的人，從源泉而來的寶泉呼喚我，然後主人說道：把我的人民也集合一起，用你所學習到的藝術，將他們帶離一望無際的洪水，直到到達野人的陸地，居住在沙漠的洞穴中，遵從尚未知道的計劃。然後我集合我的人民，及登上主人偉大之船，往上提升我們進入早晨。在我們之下是黑暗的神廟，突然洪水漲了起來，從地球上消失，直到指定的時間，就是那偉大的神廟。我們趕緊逃向早晨的太陽，直到我們之下看不見古埃及的孩子。憤怒的，他們帶着棍棒和矛前來，在憤怒中想要殺死並徹底摧毀亞特蘭提斯的兒子。然後出現的我的杖指揮一束震動的光線，如同山的碎石那樣，撞擊營救在他們的軌跡中的他們。然後我與他們平靜及平和地交談，告訴他們亞特蘭提斯的力量，說我們是太陽的孩子和他的信士，用我的魔法科學的展現我震懾他們，直到他們抱團於我腳下。就在那個時候，我赦免他們。我們長時間居住在古埃及陸地上，長久還是再一次的長久，直到服從主人的命令。他睡着時候仍是永恆地活着，由我這裏派遣了亞特蘭提斯的兒子，把他們送到許多方向，均由時間的智慧孕育而來，可能在他的孩子中再次崛起。我長時間以來居住在古埃及陸地上，借助我內部的智慧做偉大的工作，向上成長，進入知識的光裏面。古埃及的孩子被我智慧之雨澆灌，枯萎的我然後到亞曼提道路，以使我的力量保持我的能力。世世代代來自亞特蘭提斯太陽的生命，保持智慧，保存記錄少數偉大的古埃及兒子，征服了他們周圍的人們，以靈性的力量慢慢地向上成長。現在我一度從他們之中進入亞曼提的黑暗大廳，在地球大廳的深處，在力量的上帝面前，再一次與居住者面對面，提升我高於入口、門口、關口，引導下至亞曼提。很少有人有勇氣挑戰它，很少有人經過入口進到黑暗的亞曼提。在通道上提升我有力量的金字塔，使用戰勝地球力、重力的能力，深的或更深的安放我的力量房子或房間，
因它雕刻了我迴圈的通道，幾乎到達到偉大的頂點。在頂點那裡，我設置了水晶，發射光線進到時間空間裡，從地球之外提取力量，集中在亞曼提入口上。我建造了其他房間，而留下了外表的空缺。房間裡隱藏的是亞曼提鎖匙。有勇氣的他能挑戰黑暗地方，經由長時間的禁食，讓他首先變得純淨起來。在我的房間安放着石棺，那麼向他展現偉大的神秘。很快地，他將追隨到我將會見他的地方，甚至在地球的黑暗中，我將遇見他。我，圖特，智慧的上帝，會見他和擁有他，與他永遠居住在一起。我建造了偉大的金字塔，模仿地球曆的圖案，而使它永恆地燃燒，也可以通過年代保持。在金字塔裡，我建造了我的魔法科學知識，以使當我再次從亞曼提回來的時候，我能夠在這裡。是的，當我沉睡於亞曼提大廳，我無拘無束的靈魂將以化身顯現，以這樣或那樣的形態居住於人類之中。出生3次的黑密士斯，地球上的使者是居住者的我，履行他的命令，因而多數人能被提升。現在我重返進入亞曼提大廳，留下我一些智慧，仍然保護和保持居住者的命令。眼睛向上，永遠注視着光。真的要及時與主人在一起，真的要依着光與主人在一起，真的要依着光與萬有在一起。現在我也出發了，熟悉我的戒律，保持他們和成為他們，而我將與你一起，幫助和引領你進入光裡面。現在在我之前打開入口，我往下進入光的黑暗裡。圖特的翡翠石碑2，亞曼提大廳。在地球深處安放有亞曼提大廳，懸在沉沒的亞特蘭提斯島之下。死亡的大廳和生命的大廳，沐浴在無限萬有的火裡。遙遠的過去，迷失在時空中。光的孩子蔑視這個世界，正看着人類孩子深陷在他們自己的束縛中，束縛於超越之上的力量。知道他們僅是徘徊於束縛的自由之旁。人類真的可以永遠從地球提升到太陽，從上面傳遞下來與創造的身體。人類具有了他們自己的外表。萬物的主人在人類形成之後說道：我們是用空間、灰塵構成他們，共同分享自無限萬有而來的生命。以人類的孩子樣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相似於人類的孩子，
但又不同於他們。那麼對於居住的地方，遠在地殼之下，用他們的力量爆炸了巨大空間，遠離人類的孩子的空間，用力量和能量包圍他們，防護他們免遭死亡的大廳傷害，並排放至他們其他空間，用生命以及用上面來的光充滿他們，建造他們那時的阿曼提大廳。他們可以永恆地居住在那裡，與不朽的盡頭的生命永遠生活在一起。那裡有32個孩子，來到人類之中的光的兒子，尋求解除黑暗的束縛。那些人被超越之上的力量束縛住，在生命的大廳深處成長為花，綻放、展開的，將黑暗向後驅動回去。放置在中心，一個偉大的力量，給予生命，給予光，使所有接近他的人充滿力量，在他王座周圍放置他們。2和30，為每一位光的孩子放置，讓他們沐浴在光輝裡，充滿來自永恆之光的生命，在那裡多次放置他們自己最初創造的肉體，以使他們可以充滿生命的靈魂。每1000年必須有100年，給予生命的光在他們的身體上燃燒、復活、喚醒生命的靈魂。在那裡世代相傳迴圈下去，就坐着偉大的主人，過着不為人知的一生。在生命的大廳那裡，他們沉睡着，通過人類的身體，他們的靈魂自由的流動。多次，當他們的身體沉睡時，他們以人類的身體顯現，教導和指引人類向前和向上，脫離黑暗進入到光裡面。在生命的大廳那裡，充滿了他們的智慧，不為人類所知，永遠活在寒冷的生命之火下，就坐着光的孩子。當他們甦醒的時候，從深處而來的是人中的光，有限人之中無限的他們。經由前進從黑暗之中長大的他，提升他自己從黑暗到光裡。自由就是他，由阿曼提大廳組成，脫離了光和生命的花。那麼他引導，靠智慧和知識，通過人類，到達生命的主人那裡。在那裡，他可以與主人同在的一，解除黑暗的束縛。七在花的光輝閃耀中就坐，來自我們上面時空的上帝，通過無限的智慧幫助和引導，經由人類孩子的時間道路、力量和神奇，他們用他們的力量隱藏起來了，寂靜的、全知的，描畫着生命力，仍不同於與人類孩子同在的一。是的，不同的，而是與光的孩子同在的一。
人類束縛的管理者和看守者，光來臨時候準備去解放。首先和最有力量的咒詛隱藏的存在，上帝中的上帝，無限的久，處於每次迴圈上帝之上。3、4、5、6、7、8，每一個有他的使命，每一個有他的力量，引導、指揮人類的命運。在那裏他們咒詛，有力量和有效力的，不受任何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不是這世界組成的他們，仍與他相似，年長兄弟的他們，人類的孩子，審判和權衡，具有他們自己智慧的他們，注視人類之中光的發展。在他們面前，我由居住者帶領，注視着他與上面的大一混和，然後從他那裏傳出一個聲音說道：偉大藝術的你，圖特，在人類孩子中，自此以後阿曼提大廳的自由，生命的主人在人類孩子中，不再品嚐死亡，除非你願意那樣。你學生命甘露，來到永恆的盡頭。自此以後，生命永遠，你所得到的。自此以後，死亡在你的掌管下。你願意的時候，居住在這裏或離開這裏。自由是到達人類太陽的阿曼提，從你的願望裏取走你的生命。在人類中長大的光的孩子，選擇你的工作，因為萬物都應該勞動，永遠不要脫離光的道路。慢一步，你已經得到向上的長路。現在無限的東西是光的山脈，你慢的每一步就提高了山脈。你前進的全部就延長了目標，不斷地接近無限的智慧，以前你後退的目標。現在自由仍是由阿曼提大廳組成，與世界的上帝手拉手行進，一個成為一體的目的，共同工作，直到人類的孩子產生光。那麼來自他王座的主人之一，拉着我的手及領我向前，通過全部深藏的陸地大廳，帶領他，我通過了阿曼提大廳，展現不為人類所知道的神秘。穿過黑暗的通道，他帶領我向下，進入黑暗死亡所在的大廳。巨大的大廳在我面前呈現出巨大的空間，被黑暗包圍卻充滿了光。在我面前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黑暗王座，面紗上坐着一個黑暗的身影，比黑暗更黑暗的偉大人物坐着。黑暗的黑暗不是夜晚。那麼在他停頓之前，主人言談中帶來生命的話語，說道：哦，黑暗的主人，指引從生命到生命的道路。在你面前，我帶來了早晨的太陽。永遠不要用黑暗的力量觸碰它，不要把它的火焰召喚到黑夜，知道它
看見他，我們的一位兄弟，從黑暗提升到光裏，將他的火焰從束縛中釋放出來，自由讓他在黑暗的黑夜中燃燒，然後舉起影子的手，往前來的火焰變得清明，迅速地拉開黑暗的序幕，從死亡的黑暗中揭開大廳。那麼在我面前的偉大空間中成長，火焰之後的火焰，來自死亡的遮蔽物，在我面前無數有數以百萬的人跳躍，有些如同火花樣燃燒，一些人散發出微弱光芒，在死亡中微弱地流動，有些人很快就消失了，其他的從光的小火花中成長，每一個都被他暗淡黑暗中的遮蔽物所包圍，仍閃耀着從不會熄滅的光的火焰，像春天的螢火蟲來去，用光和生命充滿了他們的空間。然後一個聲音響起，有力量和莊嚴的說道：這些是人類中的靈魂之光，生生不息，永遠存在，不斷變化的生命，通過死亡進入生命。當他們成長為花朵的時候，達到了他們生命裏成長的頂峰，那麼迅速地送走我黑暗的遮蔽物，隱藏和變化為新的生命形態，經歷歲月穩步向上，不斷成長，擴展到另外的火焰裏，用更大的能量點亮黑暗，熄滅仍未熄滅的死亡遮蔽物。永遠向上的人類靈魂也是如此，熄滅仍未熄滅的死亡遮蔽物。我死亡來臨，而是我不逗留了，因在萬有裏生命永恆存在。我在道路上唯一的障礙，很快就被無限的光征服、喚醒。哦，永遠向內燃燒的火焰，燃燒起來和征服死亡的遮蔽物。那麼在火焰的中間，在黑暗那裏成長的一個人，驅趕黑暗，燃燒着，擴展着，永遠更加明亮，直到終於完全是光。那麼響起我的引導，主人的聲音，看到你自己的靈魂同樣地在光中成長，現在永遠從死亡的上帝那裏解放出來。他帶領我往前，通過許多偉大的空間，充滿光的孩子的神秘，人類可能永遠不會聽說到的神秘，直到它成為光的太陽。那麼向後，他帶領我進入到光的大廳的光裏。那麼在偉大的主人面前，我跪下。來自上面周期萬有的上帝，那麼響起他偉大力量的話語：你已經脫離亞曼提大廳而自由了，在人類的孩子中挑選你的工作。那麼我說道：哦，偉大的主人，讓我成為人類的導師，
然後領導他們向前和向上，直到他們也成為人類的光，從包圍他們的死亡遮蔽物解放出來，將照耀人類中的光燃燒。那麼聲音對我說道：去，如你願意那樣，因而它是法令。主人仍然是你的命運，隨心所欲接受或拒絕，擁有力量，擁有智慧，在人類的孩子中像光那樣閃耀。那麼皇上，引領我的居住者，我再次居住在人類的孩子中，教導和展現我智慧的一部分。光的太陽，人類中的火。現在我再次踏上向下的道路，在死亡的黑暗裡尋求光，果斷保存我的記錄，它將成為人類孩子的嚮導。圖特的翡翠石碑3，智慧鎖匙。我，亞特蘭提斯島的圖特，我的智慧給予，我的知識給予，我的力量給予，我自由地賦予給人類的孩子，賦予他們也能具有智慧，照亮從死亡遮蔽物而來的世界。智慧是力量，而力量是智慧。整體合一，完美推動。你不能自大，哦，人類，在你的智慧裡，與無知和明智交談。如果一個充滿知識的人來到你面前，傾聽和注意，因為智慧是一切。當邪惡借以真理發言，不要保持沉默，就像日光照耀一切萬物。凌駕法則上的他將受到懲罰，因為僅通過法則才能獲得人類的自由。因為你不因害怕受束縛而恐懼。一個對人類而言與黑暗捆綁在一起的束縛，在你的一生中追隨你的內心。你真的超越受命令驅使。當你獲得財富的時候，追隨你的內心，因為所有這些對你毫無益處。你的心是疲倦的。不要減少追隨你的內心靈性，它是靈魂所厭惡的。受指引的人不再迷途，而迷失的人無法找到正直的道路。如果你在人類之中行走，請感受你自己，愛一直存在於內心的初始起伏和結束之間。如果一個人來詢問你，讓他自由地說話，他來找你的事情到你這裡就可以完成。如果他猶豫着向你開放他的心靈，是因為你的判斷確實是錯誤的。不要重複你的言辭，也不要聽從他。因為他是一個不再平衡的人的話語，你不要說他，這樣他就可以在你面前知道智慧。沉默有巨大好處，喋喋不休地說毫無益處，不提升你的靈性高於人類孩子，以免他使你比灰塵更低。如果你是偉大的人之一，以知識和溫柔而榮耀；
如果你想了解朋友的本性，不要詢問他的同伴，而是單獨與他相處一段時間，與他辯論，通過他的話和他的關係測試他的靈性。進到儲藏室的東西必須拿出來，屬於你的東西必須與朋友分享。知識被愚人視為無知，而對他有益的東西就是對他有害的。他活在死亡裏，因此他是他的食物。哲人讓他的心扉敞開，但是他的嘴保持沉默。哦，人類，記下這智慧的聲音，記下這光的聲音。在宇宙裏有神秘，揭開他們的光充滿世界，讓那些想要解脫黑暗束縛的人。最初神聖物質來自非物質，來自地球的火，因為你們知道如同地球傳遞到地球那樣，火也如此傳遞到火，並與火成為一體。知道自己內在的火的人，將攀升到永恆的火裏，並且永恆地居住於火裏。火，內在的火，是所有力量中最強大的，因為它戰勝一切和穿透地球上全部的東西。人類只靠那抵抗來支持自己，因而地球必須抵抗人類，否則就不存在了。所有眼睛不能以相同的視覺看見，因為對某一個物體來說，一種形式和顏色的呈現與不同眼睛有所不同。因而無限的火也是這樣，隨着顏色的變化，每天都絕對不一樣。因而我，陶特，說我的智慧，因為人類是一個徹夜燃燒明亮的火，在黑暗的遮蔽物裏永不熄滅，在死亡的遮蔽物裏永不熄滅。我以我的智慧觀察人類的心靈，發現他們沒有解除鬥爭的束縛，解除羅網。你的火，哦，我的兄弟，以免他被埋葬於黑夜的陰影裏。你聽啊，哦，人類，記下來這智慧，稱呼和形態從哪裏停止？只在意識裏，看不見的無形裏，閃爍光輝無窮的力量。你們通過照耀他們的視野創造的形式，是真正跟隨你原因的結果。人類是限制到身體的行星，直到結束，它通過它的鬥爭自由。只有努力奮鬥，行星才會綻放出新的生命。直到萬物開始的它的行星從黑夜的領域解脫出來。記住，哦，人類，所有存在的只是非存在的另一種形式，所有存在的東西正轉變為另一個存在中，你自己也不例外。考慮法則，因為全部是法則。不要尋找不是法則的東西，因為這樣的存在僅在觀能的幻想裏。
所有他的孩子都獲得智慧，就像他們獲得智慧一樣。全部通過年代，光一直被隱藏下來。醒過來，哦，人類，接近明智。我曾在生命神秘的深處旅行，尋找和搜索被隱藏的東西。你記下來，哦，人類，接近明智。遠在地殼之下，在阿曼提大廳，我看見因人類隱藏的神秘。我常常到隱藏通道深處旅行，注視人類中生命之光。生命永遠活在生命之花下面。我搜尋人類的靈性和秘密。我發現人類僅是活在黑暗裏，偉大火的火光被隱藏其中。在隱藏的阿曼提上帝面前，我學習賦予人類的智慧。他們是偉大秘密智慧的主人，來自無窮無盡的未來。他們是七阿曼提的上帝，他們為早晨孩子的最高君主，周期的太陽，智慧的主人。他們沒有承認為人類的孩子。3、4、5和6、7、8、9是人類大師的頭銜。他們遠離未來，無形態仍正在形成。作為人類孩子的教師來到，他們永遠活着，仍沒有真正活着，不受生命束縛，可是解除死亡。用無限的智慧永遠支配他們，躍進仍不躍進到死亡的黑暗大廳。在他們具有的生命中，仍然為不是生命的生命。解除一切就是萬有的上帝，與聖子一道向前。他們是萬有之上的工具，巨大是他們的面容，仍隱藏在小我裡面，在編程中形成，仍然是不為人熟知的。3、保存全部隱藏魔法的鎖匙。死的大廳創建者的他，發出力量，用黑暗覆蓋、捆綁人類孩子的靈魂，發送黑暗、捆綁靈魂力量，人類孩子負面的導演。4是釋放力量的他，他是人類孩子生命的上帝。光是他的身體，火焰是他的面容，給予人類孩子靈魂的自由。5是主人，是人類之中讚揚世界鎖匙全部魔法的上帝。6是光的上帝，隱藏的道路，人類孩子靈魂的道路。7是巨大上帝的他，空間的主人和時間的鎖匙。8是規範前進的他，衡量和平衡人類的旅程。9是父親，他巨大的面容，來自無形裡面的形成和變化。在我給予你的符號裡冥想，它們是鎖匙，雖然因人類隱藏起來了，永遠向上延伸。哦，早晨的靈魂，
向上轉變你的思想到光和生命裏，在我帶給你數字的鎖匙裏有所發現，再從生命到生命的道路上發光。你尋求智慧，把你的思想轉向內，不對光的花封閉你的頭腦，在你的身體裏放置思想形成的圖畫，想像引領你到生命的數字。淨化是到達它有智慧的道路，向光的王國開門，像早晨太陽那樣連續不斷地發出你的光輝，排除黑暗並活在白晝裏，接受你，人類，作為你存在一部分。它是七，但不是它們表面上那樣。開放心靈，人類，我確實有我的智慧，在道路上追隨我引領的道路。智慧的主人，早晨光和生命的太陽，到達人類的孩子。圖特的翡翠石碑4，空間的產生。記下來，人類，聽從智慧的聲音。記下亞特蘭提斯島圖特的聲音。我自由地給予你我的智慧，從這週期的時空積聚來的神秘的主人，早晨的太陽，永恆地活着，光的孩子，明亮地發光，早晨的行星，人類的教師。圖特就是全部。很久以前，我在我的孩童時期，安置在行星之下，長久地埋葬於亞特蘭提斯島，夢見遠高於人類上面的神秘。然後在我內心升起偉大的渴望，征服通向行星的道路。一年又一年，我尋找智慧，尋求新的知識，沿着道路，直到我最終的靈魂經歷偉大的陣痛，打破它的束縛及限制，離開了。我從地球人類的束縛中獲得自由，解除了身體。我閃着光穿過黑暗，最終為我開啟了行星空間。我解除了黑暗的束縛，現在去到我尋求智慧的空間盡頭，遠超過有限人類的知識，進入遙遠的空間。我的靈魂自由地旅行，進入無限光的迴圈週期，陌生的超過知識，是行星的一些，偉大和巨大的超過人類夢想。我仍舊發現法則，在它美的全部裏，工作通過和在它們之中，就跟這裏在人類之中那樣。我的靈魂閃光往前，通過無限的美，進入遙遠的空間。我載着我的思想飛行，我在一美麗的行星上休息，和諧的張力充滿整個空中，具有形態，在法則裏移動，同夜晚的星星那樣偉大和宏偉，在和諧裏組裝，保持平衡。宇宙的符號，像上面的法則。
在我的旅行中，我經過許多行星，在他們的世界裏，許多種族的人類，一些達到早晨星星那樣的高度，一些下降到夜晚的黑色裏面。他們的每一個及全部都努力向上，提高高度和探測深度，不時在光亮地方移動，通過黑暗活着，獲得光。知道，人類，光是你的遺產。知道黑暗僅僅是遮蔽物，塵封在你心裏的是明亮的永恆，等待征服自由的瞬間，等待去撕碎黑暗的遮蔽物。我發現一些人已經征服了月態，當他們仍是人類時候，他們擺脫了空間，利用萬物基礎的力量，在遙遠的空間，他們建造了一顆行星，全部流動的力量提取出來，冷卻凝固，聯合月態形成形態，按照他們的意志成長。他們勝過所有種類的科學，智慧的力量，星星的兒子。長久以來，我停留下來，注視他們的智慧，看見他們從月態城市外的創造巨大的玫瑰和黃金，往前形成最初的元素，全部物質的基礎。月態猛衝向遠處，在遙遠的過去，他們已經征服月態，將自己從羅網的束縛裏解脫出來，在頭腦裏僅僅是即時地形成圖像創造出來，他成長，然後往前，我的靈魂加速，遍及宇宙，永遠看見新的東西和過去的東西，學習人類真正由空間誕生，一顆太陽的兒子，一位行星的孩子，知道，人類，無論從什麼居住的地方而來，他的確是與星星同在的一。你的身體只是旋轉的行星，圍繞他們中心的太陽。當已獲得全部智慧的光，將自由地成為月態裏的光亮，黑暗外面點亮的眾多太陽中的一個，從空間誕生成長為光的其一，正像星星在時間裏遺失了他們的光輝，經過他們的光進入偉大的來源。這樣看來，人類，靈魂向前經過，超越夜晚的黑暗，往前形成，從最初的月態裏，充滿光輝從來源而來的流動，受周圍牽連的月態束縛，仍永遠明亮，直到它終於自由。從黑暗裏面提升你的火焰，飛出黑暗將會自由。我穿過時空旅行，知道我的靈魂最終釋放，知道現在我真的可以追求智慧，直到終於，我經過一個層面，來自知識的隱藏，不為所知的智慧，延伸超過我們所知道的全部。現在，人類，當我已經知道這個時候，我的靈魂快樂成長，因為現在我是自由的。請聽，空間誕生了，
記下來我的智慧，不僅是知道，也將會自由。再次記下來我的智慧，人類，也傾聽，真正活着和自由。地球不仍單是粗陋的，而是無限宇宙光的孩子。不單知道，人類，你的遺產，不單知道真正的光是偉大太陽的兒子，也就在提升智慧的時候，真正明白你與光有血緣關係。現在我給予知識，自由地行走在我踏過的道路上，也真正地顯示出我怎樣努力的。我踏着通往星星行星的道路，仍然聽，人類，知道你的束縛，懂得如何將你自己從羅網裏解脫出來，從黑暗裏面仍將往上提升，與光同在的一，以及與星星同在的一，仍永遠追隨智慧的道路。僅僅這也能從下面提升。曾經人類的命運，導致他向前進入無限傳播曲線裏，也知道，人類，那全部的空間是安排好有秩序的，僅僅通過秩序，也是與全部同在的一。秩序和平衡是宇宙的法則，追隨也將是與全部同在的一。願意追隨智慧道路的他，開啟的必定是生命之花，從黑暗裏面延伸他的意識，在全部裏經由時間和空間流動，深深的寂靜。最初也必須逗留，直到終於也是解除了慾望，解除了於寂靜裏說話的渴望，由寂靜征服話語的束縛，戒吃直到我們已經被征服了渴望食物，那是靈魂的束縛，然後仍在黑暗躺下，從光的光線裏仍舊閉上你的眼睛，在你的意識地方以你的靈魂力量為中心，搖動它，解除黑暗的束縛，在你思想中放置你願望的圖像，想象一個地方你願望被看見，用你的力量在你的前面和後面來回震動，在夜晚之中釋放你的靈魂出來，運用你的力量強烈震動，直到最後你的靈魂自由時。強大的是宇宙的火焰，無法用言語形容，懸掛在星光體的平面裏，沒有讓人知道。強大和被平衡，妥善移動，和諧的音樂遠遠超過人，用音樂講話，用顏色唱歌，從永恆的全部最初開始燃燒，火焰藝術你的火花。我的孩子，用顏色並且接受音樂燃燒，譜出聲音將使你自由。意識將自由地融入宇宙中，一個有次序和所有人的低點，在黑暗之外認識你們並非人，那光將向前燃燒，在所有當中的一個象徵。懇求你們取得智慧的禱文，
為了針對全部的光的來祈禱。強大靈性之光將閃耀穿透整個宇宙，對你和諧拉近我的火焰更近。從黑暗之中抬起我的火，吸引人的火，它是全部的一。抬起我的靈魂，你的權力和影響力，光的孩子，不離開轉身，吸引我的力量融入你的火爐，有全部事情和全部事情的一，合二為一，一個使用大腦炸破生活的緊張。當你們已經使用你的靈魂與他的奴役分離時，直到你們黑暗的離開，透過這個空間，你們可能尋找到智慧。腳限界療不是以肉體形式鍛造的，向前和向上帶入早晨，自由閃耀。哦，靈魂，到光的王國，向秩序移動，向和諧移動，自由將你移動光的孩子，尋找你們並且認識你們，我的智慧的鎖匙。因此，哦，人類，你們肯定即將自由。圖特的翡翠石碑5 Ulu 的居住者。我常常夢見沉沒的亞特蘭提斯島，已經通過黑暗的消失年代，在微之中永恆地存在。一束穿過夜晚黑暗閃耀的光，很強大的力量，正支配着地球誕生。在亞特蘭提斯島時代，地球的上帝主人，國家的國王，智慧的主人，通過新圖發光，道路的看護者，居住在他的廟宇。Ulu 的主人，亞特蘭提斯島時代地球的光，主人，他來自超越我們之上的迴圈週期，如同人類之中那樣的肉身生活，不同於地球出生的。他來自超越我們那一邊週期的太陽，超越人類。知道我人類火熱的主人，永遠是與人類孩子同在的一。遠在過去亞特蘭提斯島初次成長為力量的時間裏，那裏真的出現了與智慧鎖匙同在的一，向全部展示光的道路，向全部人類展示到達的道路，在人類之中流動的光的道路，控制黑暗，領導人類靈魂，向上到達與光同在的高度。分開的王國，他進入一部分，十是他們，受人類的孩子支配。在另一個之上，他建造一座廟宇，但是不靠人類的孩子建造。在月態裏面，他呼喚他的物質，靠兔靈的力量鑄造成形，進入用他的頭腦建造的形態裏。他隱蔽在連綿數英里的島嶼，空間連着空間。他在他的力量中成長，黑色還不黑的，但是像太空的黑暗，在光的核心深處。很快地，廟宇成長為存在，靠居住者的話鑄造成形。
被呼喚從無形裏進入有形形態裏，然後他在內部建造偉大的房間，用往前從乙態裏呼喚而來的形態充滿他們，用往前靠他的頭腦呼喚而來的智慧充滿他們。他真的是他妙語裏的模型，他真的仍未形成人類形象，在還不是人類的他們中居住。他是陌生和遠遠不相同的，從人類的孩子而來，然後他從人類之中挑選三成為他的通道。他從最高處挑選三，去成為他與亞特蘭提斯島的連結。他們為信使，承載他的使命，到人類孩子國王那裏。他往前帶來其他人和教導他們智慧。他們是人類孩子的教師。他在甕丟的島放置他們，樹立作為人類光的教師。他們中的每個是這樣被挑選的。他必須受5年和10年的教育，只有這樣他才能理解帶來到達人類孩子的光。因而就產生了妙語，一個居住的地方，為人類的主人居住。我陶德永遠尋求智慧，在黑暗中探索及在光裏探索。我始終在我的青春時期旅行道路，永遠尋求獲得新的知識，直到經過許多努力後，3的一向我帶來了光。他向我帶來居住者的命令，從黑暗裏呼喚我進入光中。他帶我到居住者面前，到達妙語深處，在偉大的火前面，在偉大的王座上，我看見了居住者，披着光的和像火花一樣閃耀發光。我跪在偉大的智慧前，感覺到光一波一波通過我流動，然後我聽到居住者聲音：黑暗，進入光裏來，始終尋找光的道路。地球上每個解開他束縛的靈魂，將很快被解除黑暗的束縛。從黑暗往前已經提升，更接近你目標的光。在這裏，我將作為我的孩子之一居住，智慧凝聚而成的記錄的看護者。你為超越光的工具，你準備好去做需要做的，通過黑暗的年代智慧的保存者，將很快成為人類的孩子。你活在這裏和暢飲全部的智慧，直到你將揭開秘密和神秘面紗。然後我回答周期的主人，說道：光，傳遞到人類的光，向我賦予你的智慧。我可以成為人類的教師，賦予你我自由的光。然後主人再次向我說：世代將經由你的智慧活着。是啊，就在亞特蘭提斯島海浪翻滾之上，持有光，雖然在黑暗裏隱藏，準備好來臨當你被呼喚的時候。現在你去學習更大的智慧，你通過光成長進入無限的全部裏，然後我長久地居住在居住者的妙語裏。
直到最終我是與光同在的一。然後我追隨到達星光體平面的道路，然後我追隨到光的道路，我追隨道路進入地球的中心深處，學習秘密，如同上面那樣的下面，學習進入阿曼提大廳的道路，學習平衡世界的法則，用我的智慧連通進入地球隱藏的房間，通過地殼的深處，進入道路，為人類孩子年代隱藏起來的道路，在我面前除去面紗，永遠擁有更多的智慧，直到我達到新的知識，發現全部是全部的部分，偉大可是比我們知道的全部仍更偉大。通過全部的年代，我探尋無限的中心，深處及更深處，我發現的神秘更多。現在，當我通過年代回顧時候，我知道智慧是無限的，整個年代永遠長得更大，比全部更大的與無限同在的一。在遠古的亞特蘭提斯島擁有光，但是黑暗也隱藏在全部裏。從光裏落下進入黑暗裏，在人類之中，有些已經提升到高度，因為他們的知識，他們變得驕傲了。他們以他們在人類中的位置自豪。他們深然進入到禁止裏，開啟了人領導下面的通路。他們不只永遠尋求去獲得更多的知識，而是尋求從下面提升他向上，到下面的他必須平衡。此外，他被缺乏我們的光束縛住了。然後他們打開，靠他們的知識向人類禁止的道路，但是在他的廟宇裏，權能的居住者通過亞特蘭提斯島時候，安放他的阿關提，他的靈魂自由的漫遊，靠他們的魔法，他看見亞特蘭提斯島，開啟了會帶來地球巨大悲哀的通路，然後他的靈魂快速逃離，回到他的身體裏。他向上喚醒他的阿關提，他呼喚三位力量信使，給予粉碎世界的命令，很快地傳遞給在地殼地深處進入阿曼提大廳的居住者。然後他呼喚揮舞7個上帝主人的力量，改變地球的平衡。下沉的亞特蘭提斯島隱沒在黑暗波浪之下，粉碎了已經開啟的通路，粉碎了引導向下的入口，除於路外粉碎了所有的島嶼，以及居住者而指導的部分。他保存他們成為教師，為那些隨後而來的人導路的光，為較小的人類孩子的光。然後他呼喚我圖特，在他前面給予我所有我應該做的命令，說道：你拿着，圖特，你全部的智慧，拿着你全部的記錄，拿着你全部的魔法，你以人類的教師往前，你往前保存記錄，直到光在人類之中成長的時候，你就是通過年代光的全部，仍隱藏着被啟迪了的人類發現，
遍及地球，我們賦予的力量，你自由地獲得或帶它遠去。你現在集合亞特蘭提斯島兒子，帶走他們和逃避到岩石洞穴的人們，飛到古埃及孩子的陸地上。然後我集合亞特蘭提斯島兒子，進入我帶來全部我記錄的太空船裏，帶來尋獲的亞特蘭提斯島記錄。我集合了我全部的力量，許多力量魔法的工具。然後我們以早晨的翅膀向上飛升，我們在廟宇上面升得高高的，正離開在後面的山和居住者。在廟宇之下大廳的深處，正關閉了到周期上帝的道路。然而永遠對知曉的他，將打開到達阿曼提的道路。然後我們以早晨的翅膀快速逃離到古埃及孩子的陸地上，在那裏靠我的力量，我征服和統治他們。我提升到光，古埃及的孩子，岩石深處之下，我隱藏了我的太空船，正等待人類可以自由的時候。在太空船之上，直立了形態的標記形象人的獅子，在圖像之下仍靜止着我的太空船，需要將出現時候就會升起，指導我人類遙遠的未來，侵略這將來至深處的外面，然後覺醒，擁有智慧，往前展示我的船和輕鬆征服。在圖像深處下放有我的秘密，在我建造的金字塔裏探尋和發現，每個為其他的基礎，每個引導進入生命的通路，追隨我留在我後面的鎖匙，尋找及將是你生命的入口。你在我的金字塔裏尋找，在通道一面牆壁盡頭的深處，使用你七的鎖匙，而向你打開將下降的道路。現在我向你賦予我的智慧，現在我向你賦予我的道路，追隨道路，解答你我的秘密，直到我向你展示道路。圖特的翡翠石碑6魔法鎖匙。聽啊，人類，傾聽魔法的智慧，聽被遺忘了的力量知識。在最初人類日子很久以前，黑暗和光之間開始的戰爭。人類，就跟現在這樣，被黑暗和光兩者充滿。而當在一些黑暗地獄搖擺時候，而其他的光充滿了靈魂。是啊，這戰爭時代很古老，在黑暗和光之間永恆的掙扎。所有經歷的時代，戰鬥真的一直很猛烈，使用對人類隱藏的奇異力量。熟悉於被黑暗充滿者，總是努力反對光，但是其他被光充滿的人，已經永遠戰勝了夜晚的黑暗。在全部時代光體層面裏，的確將聽說與黑夜的戰爭。很久以前，早晨的太陽遞減中建立了黑暗的世界，在過去開始了掙扎，
黑暗與光，古老時代的戰爭。多數人在這時間因而充滿了黑暗，只能無力地自黑暗裏發出微弱的光芒。他們中的一些人是黑暗的主人，他們尋求用他們的黑暗充滿所有人，尋求吸引其他人進入他們的黑暗裏，猛烈地抵擋他們光明的主人。他們自夜晚的黑暗猛烈地戰鬥，永遠尋求繃緊束縛，使人類約定夜晚黑暗的束縛。他們總是使用黑暗魔法，將黑暗力量帶進人類裏，用黑暗掩蓋人類靈魂的魔法。按照秩序結合起來，黑暗的兄弟，他們經過的年代，他們是人類孩子的敵手，他們總是秘密和隱藏前行，發現仍不被人類的孩子發現。永遠，他們在黑暗裏行走和工作，人匿了夜晚黑暗的光，默默地、秘密地使用他們的力量，奴役和捆綁人類的靈魂。看不見他們的開始，也看不見他們的去向。人類用他們的無知從下面召喚他們。黑暗就是黑暗兄弟旅行的道路，黑暗的黑暗，而不是夜晚的黑暗。在地球上旅行，他們走過人類的夢，他們已經獲得力量，從他們周圍黑暗裏，從他們的行星的裏面去召喚其他的居住者，在他們是黑暗的道路裏，而不被人類所看見，進入人類的心靈空間，找到黑暗兄弟，他周圍，他們關閉他們黑暗的遮蔽物，在那裏，靈魂通過他的一生居住在束縛裏，被黑暗的遮蔽物束縛局限。他們在被禁止的知識裏很強大，禁止只因為它是與黑暗同在的一。聽我古老的人類，及記住我的警告，去解除黑暗的束縛，不要將你的靈魂交給黑暗的兄弟，永遠保持你的念轉向光。還不知道，人類，你的悲傷僅僅是經歷黑暗的遮蔽物。是啊，人類，注意我的警告，永遠努力向上，將你的靈魂轉向光。黑暗的兄弟尋找他們的兄弟，那些旅行在光道路上的人，因為他們很了解已旅行的那些人，在他們光的道路上遠遠向着太陽，具有偉大及更大的力量，受黑暗約束的光的孩子。記下來啊，人類，直到他為你來臨，但請權衡一下，他的話語是否帶着光？因為存在行走在黑暗光亮裏的多數人，可是還不是光的孩子。跟隨他們的道路是容易的，容易跟隨他們引導的道路。不過人類，注意啊，我的警告，僅在他努力的時候，光才來到。通往智慧的道路真的是艱辛的，通往到光的道路真的是艱辛的。多數人將會發現，
在你道路上的寶石，朝向光，跨越一個一個山脈，仍知道，人類，對他來說，他將自由地走在光的道路上，為了了解，人類，最後光必須戰勝，而黑暗和夜晚必須從光裏清除。請聽，人類，也注意這個智慧，正如黑暗那樣，光也是這樣。當消除黑暗和撕碎全部遮蔽物時候，那裏再從黑暗中閃現光。正如人類中存在的黑暗的兄弟那樣，那裏同樣也存在光的兄弟，他們是黑暗兄弟的敵手，尋求將人類從黑暗裏解脫出來。他們擁有的力量強大和有力，通曉行星遵從的法則。他們永遠和諧有序地工作，將人類靈魂從黑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秘密及隱藏的，他們同樣如此行走，不知道他們真的就是人類的孩子。他們永遠與黑暗的兄弟戰鬥，永無止境的在征服和被征服。然而，光總是在最後會成為主人，驅趕夜晚的黑暗。是啊，人類，了解這通曉，永遠於光的孩子旁邊行走，掌握了太陽的力量，從未見過人類的守護者，他們的道路向所有人開放，向將行走在光裏的他開啟。他們自黑暗的阿曼提裏解放出來，擺脫了大廳，生命支配至高之地。他們真的就是太陽和早晨的上帝。光的孩子在人類之中閃耀，他們就與人類一樣，可是又不同於人類。他們真的在過去從未分離，他們真的是擁有大一永恆的一。自從創世以來遍及全部的空間，他們與全部的一提升進入到大一裏，從最初的空間開始，成形了及未成形，賦予人類他們具有的秘密，將守衛和保護它，免遭全部的傷害。願意走上主人道路的他必須解除黑暗的束縛，他必須征服無形的無形，他必須戰勝恐懼的幻影，通曉一切。他必須獲得秘密的全部，旅行引導他通過黑暗的道路，仍像以前保持他目標的光。在道路上，他會遇到巨大障礙，仍繼續向太陽的光前進。聽見人類，太陽就是象徵，在你道路盡頭閃耀的光。現在向你賦予我的秘密，現在去迎接黑暗的力量，遇見和戰勝夜晚的恐懼。僅靠知曉才能戰勝，僅是知曉才能擁有光。現在我向你賦予知識，對主人的了解，知曉戰勝全部黑暗的恐懼。使用這個我賦予你的智慧，你將會對黑暗的兄弟了如指掌。直到你產生一個感知時候，把你拉近到黑暗之門，檢查你的心，
和尋找是否有這個感知。你是來自內部。如果你發現你自己想法的黑暗，將它們從你心中的位置驅逐出去，通過你的身體發送震動波，最初不規則和隨後就規則了，反覆多次直到自由。開始時波的力量在你頭腦中心，指引它從你的頭到你的腳波動。但是假如你發現你的心不是陰暗的，確有一個指向你的力量，僅是靠知曉你才能戰勝它，僅擁有智慧你才能希望去獲得自由。知識帶來智慧，而智慧就是力量，獲得也將有超越全部的力量。首先尋找一個被黑暗束縛的地方，在你周圍安放一個圓圈，直立於圓圈的中間。你真的使用這規則，而你就會自由。將你的手舉到你上面的黑暗空間，閉上你的眼睛和融入光，呼喚能穿越時空光的靈魂。用這些話語，而你就會是自由的。將你充滿我的身體，生命的靈魂，用光的靈魂充滿我的身體，來自花，穿過黑暗的光亮，來自七上帝規則的大廳。用名字命名它們：7、3、4、5和6、7、8、9。我以他們的名字呼喚他們來幫助我，從夜晚的黑暗裡讓我自由和解救我。Untouched、Quieted、Chitta 和 Guyana、Greta、Simrata、Ada。通過他們的名字，我懇求你，將我從黑暗裡解脫出來，將我充滿光。仍知道，人類，當你這樣做時，你們將會解脫緊緊的束縛，擺脫黑暗兄弟的束縛。你會看見名字有力量，通過震動解脫緊緊的束縛，在需要時使用它們去解脫你的兄弟，所以他也可以從黑暗往前來到。你，人類，你是你兄弟的助手，讓他不再逗留在黑暗的束縛裡。現在就向你，我真的賦予我的魔法，拿着它，移住在光的道路上，直到你真的發光，直到你真的生命，你真的可以成為上面周期的太陽。